找不到吴鼎昌，我们这次反借款的证据就不充分；找不到他，我们的行动就会失败。只要他在巴黎，我们就一定能找着他。蔡和森已经动员了很多学生，现在在巴黎的各大酒店门口都有我们的人在放哨。必须要找到他，这是面临我们旅游小组领导的这场运动必须胜利。是，必须胜利。等收了工，咱也抓他去。还等啥子嘛？收了工，黄瓜菜都凉了，现在就走。对。马上就来一台车了。你不想挣钱了？快交房租了。啊，咱们在这挣钱读书，可吴鼎昌他们就在悄悄卖国。国家钥匙都没有了，我们读书往哪里用啊？不是这个意思。你说你不打招呼就走，回头丢了工作再回来咱就回不来。我不管，亲手抓住这个姓吴的。陈博士，这里里外外前门后门都是学生，我出不去呀。我知道这个会议的重要，但我没长翅膀，想飞也飞不到啊。好了好了，你们先谈着，我再想办法啊。高比亚朵，喝口水。谢谢。咱们这样满城捉拿他，就算吴鼎昌躲得了，恐怕这次他也不能完成他的使命了。未必，他们签署的本来就是密约，可以密签密谈，当然也可以秘密发布。继续动员，非抓他不可。我们除了正面围堵之外，看看能不能想到其他的办法，比如说像钓鱼一样把它钓出来。他可是脱钩之鱼，会再上钩吗？这就得看你用什么饵了。咱们应该换个思维方式，看能不能借谁的名义把他给诓出来。郑玉秀教授，为什么？我听我二哥说过，吴鼎昌和郑教授在国内就很熟悉，郑教授应该有办法找到他的下落。这不失为一个机会，请郑教授调吴鼎昌。郑教授，咱们请得动吗？让我去找吴鼎昌，谁的主意啊？周，恩来。告诉他，我帮不上忙。教授，我们怎么可能眼看国贼卖国，袖手旁观，置身事外呢？来到巴黎，我就是想远离政治，去告诉周恩来、赵世炎还有蔡和森，对于他们的行为我非常赞赏，但是收不奉为。可是教授，雅萍啊，
送客。你先回去吧，放心，这还有我呢。这一次借款事件，真正的受益方是法国。你别看那些欧洲人平时都是温文尔雅的，但是一涉及到国家利益，立刻是六亲不认，比狼还狠。我们这些寄人篱下的，如果不看主人的脸色，就会被赶出去。你帮我做一件事情。好的。这个是吴鼎昌的地址，你用我的名义把他约出来。约在哪里？就约在你们住的那个房间吧，我不是还有钥匙吗？对，就约在那里。不怕撞车吗？周恩来他们经常在那儿开会的。我就是要撞车。只要这车不是我开的，法国政府奈我何？倒霉的就只有吴鼎昌，他该被车撞。回扣是2500万，剩下2个亿必须存入到中法实业银行。中法实业银行不是都要倒闭了吗？这个钱要保证它3年之内营业。中法实业银行幕后老板是法国人，也就是说，有2个亿要落入法国人的口袋。是这个意思。中国政府只是得到了7500万，却是要还3个亿，怎么还啊？用全国的烟酒税同印花税，再加上云南的铁路修筑权。卖国贼！你打我！杀了你都不解气！Monsieur, votre café. 来，报纸出来了。这也太巧了吧！偌大一个巴黎，就让学生们跟吴鼎昌撞到一块儿了。这个啊，根本就不是个巧合，是赵世炎和恩来大哥他们想的主意。昨天亚平跟我说了，这件事，郑玉秀教授帮了很大的忙。哎，那太好了！哎，那这样
没错儿，签日本条款21条款就是他带头闹事，差点把张忠祥给打了。这个人啊，靠不住。30年河东，30年河西，现在他的舅公是教育部的次长，他到法国来拿的就是官费，所以他不可能再和政府作对了。那我们请他来，能帮什么忙啊？他呀，深藏不露，身边有一群才子。要是他们肯出手的话，就能够把周恩来、赵世炎、蔡和森他们搞得乱七八糟。听说他到法国当了狱工，两耳不闻窗外事了。那也只是韬光养晦。其实这个人1分钟都没有安定过。您怎么知道的？我怎么知道的？那天学生到车站去堵你，要不是他提前来报信的话，你还逃得了学生那个阵势吗？好，叫他来，我请他吃饭。宴席好摆，客难请。怎么？我部长还请不动他一个学生娃娃？他曾经是激进派的领袖，他要保持这个声望，所以他就得和政府保持距离。哼。学生今天借花献佛，第一杯酒，我先干为敬。诸位部长、次长、公使大人，都是日理万机之人，今天能够光临寒舍，必定是有事吩咐。鄙人一杯酒盖脸，就不客套了。各位有话请直说，我在这里洗耳恭听了。你倒是个痛快人，好啊，那就开门见山，我直说了。这次
公使馆可没有这笔开支啊。钱不是问题，关键是要看事情做得怎么样。把凳子搬这边来，来，现在这边来。哎，你说什么时候我也在这儿找个位置坐啊？我跟你讲嘛，你要是有本事啊，迟早可以坐上去。对，但是你要是没那个本事，那即便是你坐上去了，那早晚给你拉下来。哎，你说这么多人，我差不多一个也不认识。那不是教师爷吗？都是咱们四川人，口才那么好，我特别喜欢听他演讲。哎，那个周恩来不也在那儿吗？他也很会演讲哦。他们两个真了不起。哦，果然是一表人才啊！跟我一样。去，就你还一表人才呢？哎，那个是蔡和森，他比较好认。对，上次那个请愿的时候啊，就是他带头的。对啊，哎，那个女的，向景瑜是向景瑜吗？向景瑜大姐，对，向景瑜，巾帼英雄，咱们四川就缺这样的女将。得头。喂，容不好。法国外交部在询问到底什么时候能签约。这要问陈公使，这帮学生，宗旭之到底摁得住摁不住啊？你让他们再等等，很快会有结果。宗旭之已经在路上了。成败，可就是在此一役啊！首先，我代表筹委会感谢诸位从法国各地赶来参加这次大会。自吴鼎常现身以后，北洋政府丧权辱国，已昭然若揭，是可忍，孰不可忍？请问，你们是代表吗？请让开。这不是宗旭之兄弟吗？少年中国会七君子之一。里边请，快，请。今天我们到此聚会，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组成巨款委员会，动员动员全法、全欧洲的华人、华工、留学生，阻止北洋政府的卖国行为。真是天生的领袖啊！想起一句话真带劲。是啊。下面，我来介绍一下今天与会的团体，他们分别是法国华工会、中国留法学生联合会、国际和平促进会、亚东问题研究会、巴黎通讯社和旅欧周刊社，其中巴黎通讯社和旅欧周刊社合并为一个团体，统称为旅欧新闻记者团。下面，由各社团选出的代表周恩来上台讲话，以明确我们的要求。
各位代表，各位同仁，这次借款其实是一个典型的出卖国家利益的阴谋，是一群无耻官员密谋分赃的密约。根据透露出来的内容，此次借款的总额是3亿法郎。可让人气愤的是，这其中的2500万成为了某些人中饱私囊的回扣。中国政府仅仅拿到了非常可怜的7500万，剩下的2亿法郎，非常可笑的存储在一间即将倒闭的银行——中法实业银行。周恩来正在讲话。周恩来？周恩来是谁？依据协议规定，自协议生效之日起3年内，中法实业银行如再有亏损，中国政府包赔。如此一份可怜、可笑、可气的协议，居然还要求我们的国家提供我们的烟酒和印花税来做担保，还要我们拱手让出我们祖国自己的铁路修筑权。请问，这不是卖国，是什么？同学们，同胞们，我们的国家又一次面临瓜分，我们的民族又一次被强盗欺凌。凡是有血性的同胞，都站出来，反对丧权辱国行为，打倒卖国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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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代表筹委会宣读一下大会声明草案。第一，立刻终止有关借款的所有谈判，并向国民公布全部的内容。第二，追究责任。特使朱启贤、财政部次长吴鼎昌、驻法公使陈露鞠躬下台，以谢国人。我反对，我要提修正案。我可以上去说2句吗？请。宗旭之上去了。他说什么？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本人宗旭之，民国4年，中国学生在日本反对21条，我是发起人之一。后来回国，在上海创建了留日学生爱国团。C'est quoi l'article des 21？游说梁启超、蒋必武、蒋百里等社会贤达，救助那些被迫害的中国学生。民国8年，少年中国创建，黄光启、李大钊、周泰玄、陈云生和我，同属7君子。C'est quoi la Jeune Chine？ C'est la plus ancienne organisation progressiste en Chine. Elle a été initiée par Li Dazhao, Wang Guangqi. Et ils ont écrit 4 engagements qui ont été très influents sur les jeunes Chinois. 可能有些同学误会我，但是事实胜于雄辩，本人的爱国主义立场毋庸置疑。Quels sont les 4 engagements？ Lutter, pratiquer, persévérer, économiser。作为主持人，还是请宗旭之先生
少一点自我介绍，提提你的修正案吧。副帝，赵世炎，他是我日本同窗的胞弟。刚到法国的时候就住在我家里。他为人热情能干，我对他十分欣赏。请。可有时候就是稚气了点儿，因为年轻。我知道你的名字，说你的修正案吗？好了，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大家知道为什么中国人到现在还要受欺负吗？为什么？为什么？就是要删除所有苛刻条约，重新谈判。第二，3亿法郎的借款全部用于事业和教育。第三，回拨部分款项，资助留法的勤工俭学生，让所有的学生都能够完成学业。宗旭之的修正案有赞助学生上学一条，周恩来和赵世炎没有准备，真搅乱了。那这钱从哪里出啊？吴次长真是个铁公鸡。这钱不是我的，协议八字还没有一撇呢，这钱就分光了，还不够。2000个学生的读书费用都得从这里出，不是个小数目。如果你们这么许愿的话，那我就辞职。哎，你开个玩笑，你何必当真呢？再说，只要学生不阻挠签约，钱到手了，钱到底怎么分，还由他们说了算。哎，西贤，我觉得这个主意不错，最起码能让咱有书读啊。说得好听，我觉得恐怕实现不了。啊？为什么？何以见得？你们想，一旦不反对这个借款，那就是给卖国贼开了道口子，以后怎么控制嘛？我咋觉得这个宗旭之不像个学生，像个抛锅毒液？你管他像谁呢？能让咱读上书就是好人。得好，好。宗旭之到底想要干什么？上次你我辩论的时候他就在场，当时连个屁都没有放。可今天，他真正目的到底是什么？他这步棋厉害，你们没看出来吗？他是想把这艘船改变方向。诸位代表，诸位同学们，我提议大会立刻将修正案付诸表决。有请主持人。与会的代表们，根据议事规则，如果宗旭之先生的修正案被通过了，那么之前的提案就自动被修正了，不再表决。所以，我请诸位冷静、慎重，投出你这一票。下面，
赞成宗旭之先生修正案的，请举手。主持人，通过了为什么不宣布啊？同学们，鼓起掌来，欢迎修正案通过！知道了。宗旭之赢了，反对借款声明没有通过。好，上帝送给我们一个宗旭之啊！这回就叫周恩来和赵世炎哭鼻子抹泪去吧。这把刀很好使，但是有的时候很不顺手啊。哎呀，别说这丧气话了，今天是胜利了，来干一杯。丧国之举就不要谈官相庆了。女士们、先生们，鄙人此次率团访法，除代大总统领取博士学位证书外，的确还有一个借款计划。这个计划还仅仅处于务虚阶段，暂时没有公布。在这里，本人正式做个澄清，并为先前对大家保密深表歉意。部长先生，这么说，你承认先前撒谎了？这位小姐的提问，用词不够准确，不能说是撒谎。不是撒谎是什么？请部长先生给一个准确的措辞。保密嘛，也可以说是暂时的隐瞒。有很多时候，隐瞒是善意，也是为了国家和国民的利益嘛。Comment allez-vous répondre à la demande des étudiants chinois de France? 昨天，我的确收到学生们提出的借款条件修正案，写得很具体啊，也颇有道理。代表团就是以维护国家利益为使命的，也充分关注国民权益。为此，我已积极向国内报告。内阁会议也给了明确答复。À propos de la bourse, nous allons en parler。张全，哎，分一下，啊，这个，这是咱俩的香肠。虎莲，你咋个变得这么大方了？我啥子时候不大方了嘛？这马上就有学上了，生活也不成问题了，你就款待一下自己。说的是哦。不要高兴得太早，我看未必哦。这记者招待会都开了，朱启贤当众表态支持宗旭之的修正案，拨出部分借款给中国留学生。修正案你看过啊？我当然看过了，我还记得呢。第3条，回拨部分款项，资助留法的勤工俭学生。最后一句我最喜欢，让所有的中国留学生都能够有学上。太好了。那好，我问你，
修正案上有没有写明，是哪个来主持分账，又是哪个监督？没得，就是没得。少了这2条，不管什么修正案，那都是句空话。你们不会真的相信修正案吧？不要看宗旭之在那慷慨激昂，反正他的话我信不过。哎，你去哪里啊？我去找一下世言和恩来大哥他们，给他们说一下我的想法。这件事事先为什么没有预料？宗旭之来法国以后，一直闭门不出，没想到他这次会突然出手。乐生同志，你跟宗旭之那么熟悉，你对他那么了解，你早就应该防范。我离开他家以后，来往很少。我愿意承担责任，这次过失，怪我，也怪我。是我们没有宗旭之老大，让他钻了空子，疏忽了。我也有责任。现在不是追究谁的责任的时候，我们现在得研究出对策来。怎么挽回这个局势？目前的当务之急就是阻止他们秘密借款。蔡和森有一个提议，继续动员学生上街示威，要求他们公开谈判过程和条约草案。这不失为一个施加压力的好方法。王，你的意见呢？我认为应该双管齐下，一方面公开施压，另一方面想办法弄清楚秘密谈判的内容。只要我们掌握了内容，这个阴谋自然就会化解。只能这样了，一定要精心组织，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了。强烈要求公开借款谈判程序。强烈要求公开借款谈判程序。强烈要求公开草案内容。强烈要求公开草案内容。强烈要求公开借款谈判程序。强烈要求公开借款谈判程序。强烈要求公开草案内容。强烈要求公开草案内容。强烈要求公开借款谈判程序。强烈要求公开借款谈判程序。强烈要求公开草案内容。强烈要求公开草案内容。Nous voulons voir, messieurs. Oui, nous voir. Monsieur. Libérez-nous. 大家安静。Nous voulons voir, messieurs. Oui, nous voir. Monsieur. Libérez-nous. 大家安静。 Arrêtez de gueuler comme ça, sinon je vous enferme au sous-sol. Vous troublez l'ordre public. La détention provisoire est tout à fait légale. Jusqu'à quand la réunion sera terminée, vous pourrez quitter ces lieux. Oui,
他们这是开小会去了。他们在商量怎么出卖国家利益。这帮卖国贼。老三来了，撤。会议结束了，你们可以走了。如果再捣乱，还要关进来。大家准备准备，走吧。为了阻止借款谈判，周恩来、赵世炎、蔡和森等人一方面积极组织在谈判会场外的抗议活动，继续给朱启潜、吴鼎昌、陈露和法国方面施加压力；另一方面，想方设法获取谈判的进展情况和条款内容。是我，怎么样了？又眉目了。华工那边的原子针认识一个人，是刚刚退伍的法国通信兵。华工在战场上救过他的命，现在他就在谈判所在的酒店做电话接线员，他愿意给我们提供帮助。这是机会。跟他取得联系了吗？已经取得联系了。据他说，他每天都会在中午12点通电话，说谈判的进程。明天的通话特别重要。他有把握把他的电话从房间里接出来吗？没问题。我知道该怎么办。你还记得那个华工原子针吗？记得的。他认识一个人，这个人是法国退伍的通信兵，华工在战场上救过他。他现在就在我们谈判所在的酒店当电话接线员。这个太好了，这个关系太重要了。我们得尽快和他取得联系。不过，警察现在盯我们盯得很紧，我和石岩都不太方便出面。恩南大哥，如果你们信得过我，让我去。我就是这个意思。那你们就放心，这件事我一定完成。小心一点。Comment aller au café, Lumière? Le café ici est très bon, c'est 3 francs et 15 centimes. Non, c'est 3 francs. Yvan, j'ai m'appelé Latin. Zhao Shiyan et Zhou Enlai m'envoient. Tous les jours à midi, il téléphone pour parler de l'avancement des négociations. D'après ce que je sais, l'appel de demain est très important. Peux-tu nous faire écouter ce qu'ils disent? Ça, je peux le faire. Préparez-vous bien à l'avance. D'accord.
C'est un autre numéro de téléphone. Mon ami, tout dépend de toi. D'accord. Est-ce qu'il y a autre chose? Oui, il faut que... Attention.哎呀，你捏的小心一点，弄重了。挺小心的。小心什么呀？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听。我觉得行了吧？再多。D'accord， d'accord。行，就这样吧。公开谈判程序。公开谈判程序。公开借款草案。公开借款草案。公开谈判程序。公开谈判程序。公开借款草案。公开借款草案。公开谈判程序。公开谈判程序。Bonjour, monsieur. Qu'est-ce qui se passe? Ils sont bien calmes aujourd'hui. Oui, pourquoi? Il ne provoque plus. Peut-être ils sont fatigués. Ils sont fatigués? Oui, fatigués. Fatigués? Jamais. Vous allez voir. 你呀，是被他们整怕了。一朝被蛇咬，10年怕井绳啊！这群毛孩子没什么本事。但愿如此。来，请。Allez, Zouba. Merci. Venez. Comment se fait-il que vous soyez si calme aujourd'hui? Monsieur, nous avons très soif. Pourriez-vous nous donner à boire, s'il vous plaît?来，往这边过。哎，舞会几点开始呀？马上啊！好。可是没有办怎么办呀？留学生本来就男多女少，实在不行你就抱着凳子跳舞。你也别化妆成女孩子，反正是化妆舞会，是不是？早点能化妆成女的。公开谈判程序。公开谈判程序。公布借款草案。公布借款草案。拿刀卖国贼。拿刀卖国贼。公开谈判程序。公开谈判程序。Allô? Oui. Est-ce que vous m'entendez bien? 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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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ui. Est-ce que vous m'entendez bien?
Oui, j'entends bien. 电话接通了。Allô? Fais attention. Notre soirée a commencé. D'accord. D'accord, je vous transfère le signal. Nous avons bien travaillé. Enfin, nous avons trouvé un accord.喂，说吧，谈判的情况怎么样了？条款都谈妥了，法国人非常满意，明天就可以签约。好，还是按照原来的计划办，尽快跟法国方面签约。这事要严格保密，绝对不能让外界知道，稍有不慎，我们就前功尽弃了。这个协议一签呐，那可就是遗臭万年的事了。我这边，学生们还在外面抗议呢。别说什么遗臭万年的话，你我都是给政府做事，顾不得那么多了，赶紧签。夜长梦多，我再耽误，事态扩大，这事就办不成了。到时候你我都不好交代。好吧，只能这么办了。哎，还有一件事啊。什么事啊？你得给我备一款子。干什么用啊？有个叫宗旭之的官委留学生，这次他可是给我们帮大的。我答应了，给他一笔报酬。安静，大家安静一下。宗旭之，他不是一个激进分子吗？哎，此一时彼一时嘛。他现在可以算是我们的人了。这次如果不是他提出一个修正案，稳住那些学生，我们还真不好办呐。你下午到我住的酒店来，咱们详谈。大家都听到没有？这一切都是骗局，他们背着我们已经开始签约了。宗旭之呢？宗旭之，你给我们出来解释解释！出来！宗旭之，出来！不行！大家安静！我们一起去酒店抗议！打倒卖国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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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走！反对秘密借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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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止谈判！终止谈判！朱启全滚回国去！朱启全滚回国去！下面由我宣布旅法华人巨款正式声明：一，对于中法借款条约，要求公使馆专员宣布废除，停止签约，否则，本委员会将用相当之方法对待。取消后，应立即发出中法宣言，以作证据，以除疑惑。二，旅法华人正式向各国宣言，在中国真正代表民意之代议机关未恢复以前，对于一切借款，绝不承认。三，依照1、2两项之决议，用旅法华人之名义，向法国人民发出正式宣言，申明巨款之主旨，并请求支持。四，依照1、2两项之决议，用旅法华人之名义，
向国内同胞及各国华侨发出宣言书，详述中法借款之主旨及其经过，并联合一致，以反对非民意之借款。反对借款！反对借款！反对密约！反对密约！中国人不客气！中国人不客气！ Monsieur。 请问你们要见法国外长的目的是什么？彻底取消谈判，废止借款条约。谈判不是终止了吗？终止是暂时的，我们要求法国方面承诺彻底废除。法国外长同意接见你们，你们是否感到荣幸？我们关注的是法国的政策，而不是姿态。我们希望法方能够接受我们的呼吁，并且承诺永远终止此项谈判。 Ivan, tu nous as tellement aidés. Votre réaction est exagérée. Les accords entre nos deux pays sont le fruit de négociations très abouties. Les intérêts des deux parties sont préservés. Le gouvernement chinois a besoin de fonds de toute urgence. Le gouvernement français est prêt à lui à condition bien sûr que lui soient présentées certaines garanties, ce qui est tout à fait normal. Vous êtes étudiant. Vous ne connaissez pas encore les règles et fonctionnement des relations diplomatiques internationales. Votre devoir est d'étudier, pas de manifester. 同学们。 你们能够到法兰西来读书，是得到法国政府帮助的。你们的费用也有法国方面出的份额，没有他们慷慨相助，你们哪里有机会到这里来学习呀？受贿而不知感恩，不好好念书，反而寻衅闹事，成何体统？丢中国的脸面嘛！两位部长先生。 你们接见我们，是来给我们上课的，不是来听我们申诉的。部长先生刚才说我们反应过度，那我想反问，你们的行为是否得当呢？你们既然是合情合理的谈判，为什么要打令文平的幌子？既然是合情合理的谈判，为什么吴鼎昌躲躲闪闪？既然是合情合理的谈判，为什么欺骗公众舆论，而且一骗再骗？部长阁下，您方才说我们不懂国际关系，那么我想请问，什么是国际关系的准则？英法联军入侵北京的时候，火烧圆明园，这符合国际关系准则吗？包含法国在内的8国联军入侵中国的时候，屠杀中国人民，这又符合什么样的国际关系准则？为了向中国输入鸦片，西方国家挑起了2场鸦片战争，这又是怎样的国际关系准则？部长阁下，借款7500万，却要还3个亿，
中国的利益在哪？借款条约上白纸黑字，我满眼看见的全都是法国的利益。是我们应该感激呢，还是有的人应该感到亏欠？法国政府美其名曰说资助我们上学，请问钱从哪里来？是法国人的税款吗？不，那是庚子赔款，是八国联军把刀架在中国人的脖子上，掠夺得来的钱。你们抢走了我们中国4万两白银，9牛8翼马，找回出个零头，就让我们感激不尽，这是什么逻辑？这是强盗逻辑。C'est inadmissible. J'ai visité des dizaines de pays, rencontré des chefs d'État, de gouvernement. Jamais personne ne m'a parlé de la sorte. Jamais. Je suis le minist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de la France. C'est la France et le gouvernement français que vous insultez. J'exige des excuses. 尊敬的部长阁下，让法国蒙羞的不是我们的语言，是法国政客的行为。你们应该听一听中国人真正的声音。该道歉的是你们。C'est vous qui insultez la France et pas ce que nous disons. 部长先生，请留步。你们要干什么？您心虚什么呀？会谈已经结束了，我和你们已经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如果您不和我们讲理，我们就会抗争到底，绝不妥协。抗争到底！决斗到底！你们到底想干什么？终止谈判，停止借款。吴鼎昌去了伦敦，谈判已经终止了。谈判已经终止了，那请问你还在巴黎干什么？我们要求你立刻回国！立刻回国！立刻回国！岂有此理！我是政府的外交特使，我的行程难道还由你们学生来决定吗？不管您是多大的官儿，您来到此地是执行公务。既然公务终止了，您还留在这儿干嘛呢？1921年6月30日。中法秘密借款消息泄露，留法中国学生、旅法华人和在法华工举行巨款大会，吴鼎昌连夜夺往伦敦。巨款事件之后，朱启潜退出政坛，热衷于实业和公益事业。新中国成立后，担任全国政协委员。1964年病逝。法国左派议员在国会提出质询，法国外长宣布，我们将终止借款谈判。同时，朱启贤特使宣布，我们将启程返国。双喜临门呐！首先，是你们成功地阻止了借款。让北洋政府的卖国行为破产，这一事件肯定将载入史册。哎，您刚才可说的是双喜临门，这另外一喜是什么？另外一喜更了不起，同志们，中国共产党诞生。我接到国内的通告，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了7个共产主义小组，12名代表出席了会议，其中5个小组，每个小组各2名，有2个小组各1名，共代表53名党员。陈独秀当选为中
宣读一下中国共产党党纲。乐生，你在想什么？我在想，历史把重担搁在了我们的肩上。你呢？我在想我们的祖国，它在战火与病痛之内，在四分五裂之中。有了我们，他将战胜分裂，重新统一。他会在血泊中崛起。这些个酒囊饭袋，连一群学生都玩不过，中国焉有不王之理啊？哎，对了，把带画的都挑出来，挂墙上，我要欣赏。哎，有一张啊，画得特别像我，徐悲鸿画的，改天帮我裱起来。九顺，哎，你现在也没事儿，你把你朋友叫过来，我请俩喝咖啡。我看还是算喽。这个小四川，人小鬼大的，
什么东西？你打开看看不就知道了吗？哎呀，你打开看看。怎么小姐送我皮带了？喜欢吗？我看你那条皮带太旧了，就给你换条新的。你赶紧把你那条旧的丢了吧，换上这条新的。我的这条皮带不能丢。为什么呀？说来话长，反正就是不能丢。我不怕话长，你说嘛。别让我说了。哎，你说吧。那时候我们生活在上海，爸爸在北京听说我们兄弟挨饿，就每个月给我们寄5块钱当生活费，从新青年编辑部开支。一开始是哥哥去领钱，他一去就埋头看书，从不张嘴提钱的事儿，直到编辑部人想起来把钱给他，他才走。有一次人家忙忘了，他也不说，看了1天书，结果空手手回来。后来他宁愿饿肚子也不去了，只好换成我去了。就你这性格，肯定特别不好意思吧？是啊，所以每回我领完钱都要帮他们干半天活。有一次，我帮编辑部人捆杂志，我干得太卖力了，一使劲就把裤腰带撑断了。嘘，那你怎么办啊？还能怎么办？找条草绳子扎呗。回到家后，我哥把他的皮带让给了我，他自己找了根布条，凑合了2年多，直到我们来法国挣了些钱，他才买条新皮带。你怎么了？没事儿，这都是好事情。少年时受过一些磨练，才懂得珍惜现在的生活啊。对不起啊，我不知道你的皮带还有这么个故事。这条皮带我收下了。只不过我的这条皮带，我也会一定好好保存下来。玉佩，谢谢你。Mon ami, donnez-lui un bisou. Ne soyez pas timide, c'est la ville du romantisme. 哎呀，你瞧瞧这个法国人，人家手马上就要抓上了，他一说又松开了。林朗，你不是说有人对我喊打喊杀吗？人呢？就咖啡诺塞。嚯，不是中国人吗？怎么不说中国话呀？咖啡是吧？公使馆的咖啡比我们这儿好喝多了。我们这儿店太小，容不下您这位大鸟。说得好，说得好！外国贼，滚出去！这不是你们的店，你们没有权利赶我们走。同学们，别让洋人看笑话。宗大哥，宗大哥，你说呢？我也不想让洋人看笑话，可我听说有人要打我、杀我，我在家苦苦等了好几日，却不见有人来，我只能亲自上门了。何必当真呢？都是气话。气话。我倒想看看，谁有这个胆子，
来呀，别都光说不练。我看你们也就是一群写匿名信的料，背后闹得比谁都凶，面对面全是孬种。真的别猖狂！你说谁是卖国贼？哎，不要打了，不要打了，不要打了！Lee, il faut s'arrêter. Autrement, tu trouveras ton boulot. Oui, oui, pas de problème, monsieur. 老子的卖国还不够，还咱俩饭呢？嗯。来，上来！虎田。宗先生，哎呀，王秘书真是耳听八方啊！我们前脚到，你这后脚就跟过来了。我受公使嘱托，前来看望宗先生。公使得知此事，深感担忧，非常关心宗先生的伤情，已经会晤了法国警方，要他们必须要严办此事。别在这猫哭耗子了。宗大哥这顿打，有一半要算在你们公使馆的头上。宗先生，这只能怪那些金公检学生太刁钻了，让我们防不胜防啊！发生了这样一件事，陈公使被朱部长狠狠地训斥了一通，2天呀，整整2天，那头都抬不起来。哼，那是活该。就你们这2把刷子，也就在巴黎糊弄糊弄洋鬼子嘛。你们知不知道，赵世炎、周恩来、蔡和森他们都是些什么人？你们根本就不是对手。哎呀，王秘书，收起你们的虚情假意。我们可刚刚摘掉卖国贼的帽子，不想再跟你们有任何瓜葛了。请吧。哎呀，林先生，这是何必呢？我们都是受害者，我们应该同仇敌忾才是。怎么个同？为国